这一期视频我是要介绍我的小窝，因为我晚上待在家的时间比较多，所以想在晚上拍摄一下夜晚的家。现在就从进门开始给大家介绍吧。这个门把手我是很推荐一个人住的女孩子，就把它贴在门上，然后这样子，这上面的也是可以转过来，但是我的把手不可以往上抬，所以就不会用到这个。这样的话，外面的人不管是有钥匙还是像我这样密码锁有密码，他在外面都是打不开的，所以对女性一个人住很友好。现在进门，这里是洗手间。洗手间我就不介绍了，就这样，干湿分离还挺好的。这里就是我的厨房，它其实空间并不是很大，但是我一个人可能刚好。这些瓶瓶罐罐都是我在淘宝上买的。第一个柜子是我的调料柜，因为它的隔断特别细特别小，所以只能够放调料。这个柜子我放了一些杂物，就是一些像这是一次性手套，然后保鲜袋、密封袋等等，然后里面放了抹布啊、洗碗布什么的。这些小盒子都是在宜家买的，这样放着看起来会比较整洁一点，取也挺方便的。下面这一层我放了垃圾袋啊，然后一些平时要用到的一些小厨具，也是用宜家的小盒子分开来装。我把我的刀具都放在了这里，因为我没有找到合适的放刀的架子。这个柜子我放了我的锅，因为我的锅真的很多。然后这个柜子它又没有隔断，它可能本来是准备放洗衣机的，所以他们没有做隔断。但是我把洗衣机放在了洗手间，所以这里就用来放锅了。我在网上买了这些小分层的架子。这些厨具啊、锅类我都会等会儿最后再介绍。我在这里挂了一根杆子，可以挂一些这些我的厨具。我厨具好像真的太多了，取的时候也挺方便的。水槽下面的话，我放了一个沥水架，就是平时洗好碗筷啊什么的都放在这个架子上沥干。因为我的灶台实在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放下这些沥水架，所以我就放在了水槽下面。但是它的尺寸好像刚好，所以还挺合适的。我也在这里放了一根架子，挂了，这个是水槽上拿一个套在漏网上，这里就放我的手套啊什么，里面是一些厨房的清洁剂。我会定期，比如说半个月啊或者1周，把这个
沥水的架子拿出来清洗一下，所以看起来还是挺干净的。这个其实是一个电陶炉，本来我是考虑买一个电磁炉，但是后来发现电磁炉很多我的铁锅啊什么都是不可以使用的，所以我就最后还是买了一个电陶炉。这个桶是我在淘宝上买的，高度刚好可以用来放这些锅铲什么，还挺合适的。这2个小的是我在无印良品买的，刚好3个看起来也挺搭配的。这个架子小小的，就比较适合我这种小水槽。有的时候洗好的碗啊，就小碗或者小杯子什么，刚好可以放在这上面。然后上面我挂了一个宜家的筐，这上面放的都是一些我的餐布、桌布什么的。然后这里可以挂一些厨房要用到的洗碗的，用夹子夹着还是挺方便的。然后看一下上面，上面我放了一些砧板啊，然后这些储存罐、储存盒，用这些隔断分开来的话，真的会方便整洁很多。这里也是，就是我备餐会用到的一些备餐碗啊，这些备餐盘什么的，取的时候也是挺方便的。厨房大致就是这样。其实我东西真的很多，但是只要用心收纳的话，还是会挺干净的。接下来是这个吧台，我本来是考虑买一个成品的吧台，但是因为买那种现成的吧台其实还是价格挺贵的。然后一般的吧台不是桌面是那种大理石啊或者石英石什么的嘛，然后我这个其实是复合板，就也不算是木头了，但是我用下来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就是这个台面就是跟宜家的书桌的台面是一模一样的。吧台里面我放了3个小推车，这3个推车都是宜家购买的。我在这里放了一些牛奶啊、早餐麦片，然后一些食品类的。取东西的时候推出来还是很方便的，就是使用下来的感受还是挺好的。这里放了我的咖啡胶囊，然后面条啊这些调料。因为我的水槽下面那个柜子放不下我的锅，然后我又买了一个尺寸跟锅比较适合的一个推车，也是在宜家买的。放了我一些小的电器，然后我的珐琅锅放了我3个锅。在宜家买这些东西的好处就是他们可能会跟宜家自己的产品比较配套，就像我这些推车的尺寸它都是刚刚好，所以还是比较省心的。但是你自己去测量去找这些产品的时候也是需要花费时间。刚刚好放下3个推车，其实还可以再放一个，但是我目前好像没有什么东西需要放，所以就在这里放了一些我的工具箱。
这些小螺丝刀呀，这些插线板啦，然后这里是蜡烛。所以这个吧台我拼凑的还是挺满意的，很实用，然后最主要是价格方面真的很划算。然后我订了一块布，看起来就是这样吧。这把椅子也是宜家的。这个房子它厨房的柜子是白色，所以我找一些小家具的颜色色调最好就是比较搭配一点，然后也选了这些白色。这个台灯也是宜家的，本来想买黑色，但是好像不是很搭，最终还是买了白色。厨房过去之后，先看右边吧。这个柜子也是我在宜家订的，但是现在已经下架了，只能够买到它的同款。因为宜家的家具类都是需要自己组装的嘛，然后我没有找师傅，都是自己拼出来，所以可能有些地方会有点小瑕疵什么，但是也不影响我使用啦。这里我都放了一些我的餐具，这些餐具我也会最后一一介绍。我的杯子，然后下面是咖啡呀，然后我自己囤的一些化妆品，然后下面又是餐具。一直都想买一个比较合适的餐边柜，然后这一个还算是颜值不错。这个沙发也是宜家的，感觉我家里其实大多数东西都是在宜家买的，因为感觉宜家的性价比还是不错的。这个沙发我很喜欢，但是它可能坐过会有痕迹。这个板凳是我在 Zara Home 买的，拖鞋也是。这块地毯也是在宜家买的。本来是不想铺地毯，但是感觉冬天好像没有地毯看起来有点冷，因为这个地板的颜色其实是比较灰调的，就整个房子看起来可能会有一种阴冷的感觉，所以还是冬天还是铺一块地毯吧。这个茶几是我从西安搬过来的，是无印良品买的。国内的无印良品好像是买不到，然后我是在闲鱼上淘的，但是那个卖家我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货，但是他有很多这一款桌子。这个茶几我是看一位博主种草的。接下来是电视柜，电视柜也是宜家的。本来我是想买木质的电视柜的，但是感觉好像不是很搭跟这个家，然后最终选了这个铁皮的，用下来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这些是我的书，台灯。这个箱子我在里面放了一些家里常备的感冒药啊什么的。这棵树也是宜家买的，挺有圣诞氛围的。本来想买一棵大的圣诞树，但是感觉
一个人吧也没啥必要，而且特别占地方，所以就买了一颗小一点的。它是人造绿植，远远看还是挺逼真的。柜子里基本上都是放的一些纸巾啊、湿巾啊这些东西。这个室内喷雾真的很好用，就家里打扫完之后喷一下，就整个屋子就会变得特别香。我买的这一瓶是绿意，我还用过他们家的柑橘类的那些，都很好闻。然后是我很喜欢的唱片机，这个唱片机的架子也是宜家的。这个钟我也很喜欢，感觉跟家里的颜色色调都很搭。这个冰箱是美的的，用下来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中间这一层也调成了冷冻层，因为我冷冻食品会比较多一点，不然可能是不太够用的。比较适合我们这种小户型吧。我本身设想的是我想要一个大冰箱，但是现实不允许。本来这块地方我也忘了我本来想放什么，但是本身我是没有准备买这个置物架的。微波炉我本来是准备放在吧台，但是好像小家电越来越多，然后放了我的烤箱、榨汁机、咖啡机、微波炉，下面放了3个箱子，这里放了一些我的饮料啊，然后这里放了一些面条、酱油，还有咸鸭蛋什么的。然后这里放了我的方便面啊，然后饼干啊什么的。放在这里还算是挺合适的，颜色跟我这个楼梯很搭颜色。然后在旁边放了我的米桶，2个文件夹，因为好像没有地方放，所以我就暂时先放在了那儿。盖一块布是因为这个楼梯是有缝的，所以我怕它会掉下灰尘啊什么。然后这2个箱子是我在无印良品淘的，就放我的苏打水啊、矿泉水之类的。所以我的客厅差不多就是这样啦。然后现在我们上楼，楼梯左边我就不介绍了，因为我放了一些我的衣服啊，然后我一些行李箱，然后一些矿泉水啊，一些杂物什么的就不介绍了。然后这里上楼就是我的卧室，这是我新买的取暖器。然后这是我的床，我是在下面买了一个木架，然后在宜家买了一个床垫，因为它这个楼层比较矮嘛，就是如果放床的话会很不合适，可能整个人会比较压抑，离天花板太近了，所以我就在下面
放了一个排骨架，在上面放床垫正好。这个床垫是1.5米的，我一个人睡的尺寸是正好的。然后在旁边放了一个台灯，这里放了一个床头柜，下面是我经常会用到的眼罩，因为我白天看电脑会比较多嘛，所以晚上还是需要好好保护一下我的眼睛。放的都是我的一些睡衣什么的，塞得满满的。我的卧室就整体来说就是很简单，就只有一个床头柜，然后一个台灯跟一张床。我其实不是很喜欢复杂的卧室，就是需要什么梳妆台啊，衣柜啊什么的。我感觉对我来说卧室就是用来睡觉的，所以有一张床就足够了。本来我是床头柜都不想买的，但是又没有地方放睡衣。然后这里有一个空调，这个空调是房东装的，然后它飘窗的窗户其实跟2楼是连一起的。这个窗帘也是我从西安带过来，以后有时间吧换一个，因为这个窗帘真的非常不遮光，从2楼看下去就差不多是这样。全屋结构差不多就是这样，进门然后右手边是洗手间，左边是厨房，然后直走就是客厅，然后下楼。还有一点就是，很多复式它可能会比较不通风，窗户比较少，但是这个房子真的窗户特别多，楼梯上也有一个窗户，卧室也有，我对面这个平层也有窗户，洗手间也有窗户，所以这个房子的通风还是挺好的。这个是一个珐琅锅，它的直径大概只有14厘米。我以前经常拿它用来煮奶茶什么的，是我在亚马逊买的。我一般买日本的锅具都会选择在亚马逊买，因为价格方面可能会便宜一点。然后是这个铜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水渍，需要想个办法把它清理一下。它也是我在亚马逊买的，以前有看过一部电影叫《朱莉与茱莉亚》嘛，就从那个电影里面就爱上了铜锅，光把它放在厨房看起来就很好看。它的直径也是14厘米，经常用来煮奶茶，然后做果酱什么会用到它。然后是这个我用的最多的，但是使用下来感觉无印良品这一支是用的最顺手的，有的时候炒一下东西什么也是很方便。这个小锅前几天录过视频，是我在超市买的，它有很多颜色，本来我是想买绿色，但是没有货了，就选择了这个黄色，看起来也还可以吧。这个尺寸就刚好煎煎鸡蛋什么的。这个玉子烧锅是我在亚马逊买的，它是一个铁锅。铁锅的话，只要你使用的方法正确，它就不会粘锅。像我做玉子烧什么，它都不会粘锅，还是挺好的。但是这个锅的，直径有点大。我一般用2个鸡蛋的话，感觉煎出来的玉子烧扁扁的，不是很好看。是一个煎华夫饼的锅。是我在淘宝买的，煎的时候在上面涂一点黄油，它也不会粘。它也是一个铁锅，没有涂层的锅，就是你可以大胆的用它，就不用害怕涂层会刮花什么的嘛。这个帕尼尼锅，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因为有很多博主都拥有这一款，也是我在亚马逊买的，早上用来压面包什么还是挺好的。就这2个炒锅都是我在无印良品买的，这个大的它直径有30厘米，因为我以前买的都是小锅嘛，然后我就突然很想买一个大锅，就觉得炒菜的时候会比较爽。
然后我买这个锅是因为我之前一直使用了一个铁锅，就是也是平底锅，差不多的尺寸。那个锅生锈了，怎么洗都弄不干净，就是不会处理。然后我就在无印良品随便买了一个。本来我是想买特福那些，我发现有涂层的锅，不管你使用的多小心，过一段时间去看，它都是会有一些划痕什么。所以你买的贵的话，刮花了就很心疼。像我这样天天炒菜的话，我感觉一年最多1年吧就要换一个，因为它涂层肯定会坏。然后这个砂锅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砂锅。我以前在西安的时候，那边是用天然气嘛，然后我就是用这个土锅来煮米饭，或者做那些1人食的砂锅之类的，煲仔饭什么。看，这些都是我生活过的痕迹。这也是我在亚马逊买的，是长谷园，他们家的土锅质量好像都挺好的。然后我这个是最小的尺寸。这个汤锅是月兔印的，这个牌子应该大家都不陌生。他们家的珐琅水壶就是很好看嘛，就也有很多博主种草。它的直径是20厘米，也是我在亚马逊买的。但是这个锅最近一直被我用来煮肉啊什么，然后锅底有点黄了。我在想应该用什么办法来清洗一下。像这种搪瓷锅的话，只要你不去磕碰碰它，它可以用很久很久。接下来介绍我的3个珐琅锅，这个是酷彩的，这也是我之前看的那部电影，当时的女主也用了这一款锅嘛，也是这个颜色，然后就想着有机会一定要买一个。某一天在某书上看到大家都在发帖子，跟买的帖子就是说在打折，然后我也去天猫上买的。这是一个22厘米的，可以看到它上面都会写。我家里另外2个珐琅都是黑珐琅嘛，然后这个白珐琅真的颜值，特别好看。但是我又不舍得经常拿它来炒那些排骨啊什么的，所以就有的时候只会拿它来炖那些清汤。这个是我第一个买的珐琅锅，是我在亚马逊上买，然后也是22的尺寸。我当时买的时候在22跟24之间纠结了很久，但是最终感觉还是22更加适合一个人。然后最后一个珐琅锅，这个锅也是我今年忘了几月份了，记不起来了，就是也是在某书上看到大家在集体发，亚马逊上有活动啦，打折啦。当时这个买加上税好像才500多还是多少，很便宜。这是24厘米的尺寸，正好我家里也没有这种尺寸的嘛。如果它是22厘米，我肯定就不买了。然后是一个玻璃盖，感觉玻璃盖也挺好看的。可能我经常会去看那些锅啊、厨具、餐具的帖子，所以这些东西有活动的时候，我就会马上刷到它感觉这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件好事。我的锅具分享差不多就是这样。总的来说，我的锅对于我一个人住的话，其实还是有一点多的。如果你也是一个人住，然后不是像我一样特别喜欢买锅囤锅的话，我推荐买一个无印良品的汤锅，因为那个锅像你平时煮水饺啊、煮泡面啊，或者做个什么汤，那个尺寸是完全够用的，然后它质量也不错。一个炒菜的话呢，按照我以前我可能会推荐铁锅嘛，但是现在铁锅不是很适合电陶炉，因为铁锅导热特别快，然后我就掌握不了炒菜的火候嘛，就经常会烧焦什么的，所以我也推荐那个无印良品的粘锅。这2个锅来说是最实用的，我平时也会经常用到。剩下的锅的话，纯粹就是为自己的爱好买单，为大家按需种草。接下来介绍一下我的几块砧板。首先是这块正方形的砧板，我有好几块砧板都是跟着我很喜欢的那个博主种草的。就比如说我们的厨房台面特别小，然后空间又不足的情况下，用小砧板来切菜是非常好的，就不会占很大的空间嘛。然后它这个还可以立起来，
一般我清洗完砧板之后，就会擦干一下表面，然后这样在旁边晾着，等它晾干。然后像这种木质砧板的话，最好洗完之后就用抹布把它表面擦干，不然的话可能会发霉啊、裂开等等。然后这一块也是我经常用到的，它是我在无印良品买的，它之前的价格好像是99，但是它比较薄，这块就比较厚了，切肉的时候看起来就很有安全感。然后这块是我在亚马逊买的，然后它两面都有这个很好看的图案，就是可以很好的区别开来，你哪面是切菜的，哪面是切肉的。这一块砧板是我在淘宝上买的，这家店好像叫山影什么来着，这个应该是樱桃木的，质感非常好，也是很小的一块，我就是经常拿它用来切水果什么的。接下来这两块砧板价格就比较贵，这一块是圆形的，这些都是手工雕刻出来的，是日本的一个作家叫小泽贤一，我当时是找的代购买的，他们家还有方形的，但是我觉得圆形的比较特别，然后就买了一块。然后这一块也是我跟着那个博主种草的，这边有金属的把手，这个是我在淘宝上买的，我在他们家买过很多这个博主的同款。接下来是我经常会用到的一些备菜的盘子，这个其实是一套的，它有一个带网的和3个不锈钢的备餐盘，是我在亚马逊上买的。然后它这3个不锈钢的盘子上面是有盖子的，只是我很少会用到盖子，所以我把它藏起来了。然后这个搪瓷盘是我在淘宝买的，白色的，然后薄薄的，很好看，有的时候拿它来浸吐司啊什么的也很好。但是搪瓷真的很不经摔，你稍微磕磕碰碰一下，它就会镀层就掉了。这2个是我在无印良品买的，我买的是中号。然后这一套玻璃碗是我在亚马逊买的，这个牌子的东西我买过很多，我的烧水壶也是这个牌子的，一套是有4件，然后最大的那个送过来的途中碎了，所以我就只剩下3个了。颜值特别高。这是一个大量杯跟一个小量杯，这个是我前几天刚买的，在无印良品买的，也介绍过。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量杯，是一个奶壶。当时逛淘宝的时候觉得它很可爱，然后就买了一个。这个玻璃碗也是3件套，也是我在亚马逊买的。之前我经常做曲奇饼干啊什么的时候，就经常用到这3个。但是现在做的次数特别少。